原来老板是在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环境里长大的，怪不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意。那我作为老板的心腹，是不是应该去表表态，安慰安慰他呢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廖廷艳廖廷艳，你就是一个咸鱼，靠躺平升职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幸运了，不要自不量力好吗？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灵火烧的，您又烦躁了。怎么回事？还这么烦躁吗？今天空调不管用了？你去睡吧。这有点像老板还在加班，却跟我说你先下班一样，那么离谱。那我去睡了。老板，你这样，这样睡得好吗？毕竟这份工作的福利太好了，迁就老板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司马娇这人应该是个不近女色的事业品，他爱待着就待着吧。果真，它不仅能缓解灵火带来的灼烧，也总能莫名平息我的怒火。醒醒，醒醒！起来，不许睡了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啊，亲爱的老板？能不能体谅一下美人的暧昧之心？睡眠不足，容易有黑眼圈的。你怎么能睡得着？我为什么睡不着？我在这里啊。哦，然后呢？整个庚辰仙府的人，凡是听过我的名字的，无人不怕我。你怎么还能安心的在我身边入睡？睡眠质量太好了，不能怪我。你真让人看不透。好吧，既然老板是熬夜老司机，我也要舍命陪君子。熬夜老司机？就是您这样作息不稳定的人。你哪里来那么多奇言怪语？大概我思维敏捷吧。父亲，我听说司马娇让弟子们100人死斗，死的都是8大宫的得意门生。其他公主对此有何意见？是否有对你施压？他们当然心存不满了，
但暂时还不会公然抗议，毕竟谁也不想惹怒司马乔。况且还有天无涯和我相互配合，只要不杀到我们头上来，师祖杀几个人又有何妨？他若真想全灭了我们，自己也会两败俱伤，讨不到什么好处。况且新的公主也是刚刚上任，现在形势不稳，他们至多也是有些怨气。我已经安抚下去了。父亲，那我们就随着司马昭这么胡闹下去吗？长此以往，八大宫恐怕会脱离我们掌控。司马昭被封印了那么久，心中的怨气难消，那总是要处理些人，平复一下心绪吧。再说了，死的都是些弟子，他想杀便杀嘛。如今他虽狂魔，但是至少我的话他还是能够听进去几句的。我们只要小心谨慎地照料着，在大计没有完成之前，我们既要稳住八大宫为我们所用，也不能让司马昭太狂。师祖，各大宫的弟子已赶至武斗场，还问今日的死斗何时开始？为了血凝花，他们连命都不要了。我看石千旅和八大宫那些人，根本就不把这些弟子的命放在眼里。上次死斗之后，那石千旅居然只稍作安抚了一下，就将此事化解了。看来这八大宫内有石千旅的内应。内应？会是天无涯吗？只有他与石千旅走得比较近。白鹿崖的灵脉本应由师氏看管，看来石千旅是给了他一些甜头。什么？难怪他最近的修为长得这么快，近日听闻已至合体期。石千旅也太可恶了，这些灵脉又不是归他石千旅所有，他就是一个看门的，凭什么替师祖慷慨啊？天无涯，好熟悉的名字。父亲，司马昭的修为增长如此之快，不会有朝一日挣脱这锁链吧？无涯，你放心，这8根封印法钉已经打入他的体内，就算来日他能挣脱锁链，也无法脱离封印法钉的镇压。那万一他要是忍受不了痛苦自戕，那可怎么办？毕竟他的性命连着灵火，他若是死了，庚辰仙府的灵脉岂不尽数散尽？少公主所说有道理，不知你有什么想法？依我看，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。你方才说他修为几何？天无涯的修为刚步入合体期。今日有宴会吗？有的，今日天之宫举办花宴，邀各宫的弟子参加，应该十分热闹。很好，那我们也去凑一凑这热闹，与天无涯好好戏耍一番。好啊，师祖，那我们何时出发？待廖廷彦醒来。师祖，这是在关心廷彦吗？师祖是不是想让廷彦多睡一会儿？你现在也敢胡乱揣测我的心思了？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就是爽。让我看看，又送来什么漂亮衣服？魔镜啊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是廖廷彦。奇迹艳艳，快乐变装。老板，
走。昨天才刚加过班，今天能不能不要加班了？什么是加班？就是像您现在这样，要我24小时待命。所以你不想跟我走？也不是不想，为什么不想？怕看到死人。一个魔域的人竟会怕死人？不去就先杀了你。您等我换个利索的衣服啊。跟上。您等我换个衣服的呀。这满园的果香。老板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杀人。可以不去吗？你觉得呢？这是谁呀？这派头比我们几个宫都大，说不定是什么大弟子啊！哎呀，别去理他。好香啊！你想吃什么就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板，您不是说咱们是去杀人吗？怎么带我来团建了？就是大家一起吃吃喝喝。你不是饿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方才你咽口水的声音吵到我了。所以是因为我馋了，特意带我来吃东西的。谢谢老板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逼我？老板，您怎么还碰瓷儿呢？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机会被你抢先。邢公主，
你不一起进去吗？师掌门，你是师祖的守护者，你都没有进去，我怎敢轻举妄动啊？当年你可是亲历了师祖被封印的整个过程，他有多强大，你是最清楚的。这新月夜，灵力会被削弱之事，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相信师祖不会甘为鱼肉的。师祖，你醒醒！师祖，师祖，醒醒！师祖，吵死了！你还好吧？怕了？当然怕了，我连鸡都没杀过，上来就让我杀人，你怎么自己撞过来了？放心，这是解开封印必要的一环。什么意思啊？后戏就要开始了。师祖，您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师祖，您可安好？师祖身边那位，你，去探探他的脉。怎么探啊？我没有学过中医。何须再探？看他这样子，想必是真的不行了。没错，我已经身受重伤，灵力几乎消耗殆尽。想必你们也是有所发现，才赶过来的。人都齐了，甚好。我的命就在此，来拿吧。师祖，你哪来的底气啊？我俩刚避免了你死我活，又要同生共死了吗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会死。司马交，到了如此地步还这般猖狂，我等好心送门下弟子前来服侍你，你却无故杀戮，是何道理？你又是哪个宫的？被你们关了500年，我都记不得了。当初封印我的老家伙，怎么只剩你们3个人了？人都没到齐，何能解我心头之恨？这个时候还要拉仇恨，不愧是祖宗，我真的佩服。诸位都听见了吧？司马交这是要和我们翻旧账了。今夜我们联手，定能解决他。若今夜不杀了他，日后谁都逃不掉。哎，糊涂啊，真是糊涂。我死了，便没人能再供养灵火了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？待你死后，我等手握血凝花和你的尸身，自然会庇护，更趁先府重任。你说的血凝花，可是瓷朵？
司马萧是想引我们八大宫前来，用我们的血解除封印。快走！往哪儿跑？是灵火，出不去了。师祖，这恐怕是个误会，我们绝无恶意。至少我们天之宫，绝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啊！果然，你新月夜会虚弱一事是个谎言。现在才意识到，迟了些吧？跟他拼了！司马萧，你凶残至死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萧，你不得好死！司马萧，你千算万算，没想到还少了一个星河灿吧？只有八大宫的直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。那星河灿平时胆小如鼠，现在却使你计划落了空，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啊！你怎知少他一人，我的一切计划就落空了呢？你们送进来的人，我当然要好好利用。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好吗？我已经忍着家眼的封印很久了。
封印了好。没错，那就好。封印竟然被解了，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难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，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你狗多！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，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sư祖出关了！什么？快！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仙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？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世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剑山的弟子大开杀戒，怎么偏偏留下个修为低劣的3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师祖，今日三神山被毁成这样，不如您先去白鹿崖暂住，等弟子们把这里修葺完毕，再请师祖回山。还想将我押回来再封500年？师祖，您误会了，我是……行了。师祖，您不会因为我目睹了您的杀人现场，就
把我灭了吧？你在想什么？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如果杀累了，要不就回去洗洗睡了吧。那便依你。师掌门，师祖，这是何用意？老板，师祖，我还想活，您千万别杀我。那便留你一命。这也太突然了。突然吗？我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500年。以八大宫直系血脉，也有解开封印结界。这方法我一直都知道，但难题在于如何凑齐8宫血脉为我解封。我出不去，只能让他们进来。我将灵火炼出分身，增进修为，为的就是点燃八大宫心中的恐惧。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他们恐我冲破封印结界，自会派人进山。弟子婉灵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一旦送进山的弟子丧命，他们便会因畏惧之心蠢蠢欲动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。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那些溜出去报信的弟子，会诱使山外公主趁虚而入。公主，新月夜是他500年难得一遇的虚弱之时，但只靠传言，还远远不够。端看新月之夜的当天，灵脉是否会变弱即可。师祖体内的封印法钉令他无法自戕，这点是做不得假的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输啊？我与灵火融为一体，一旦我的心脉受损，与灵火相连的灵脉便会受到影响。只有八大宫亲眼看到我身体虚弱的征兆，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进山。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也会被你抢先。让你刺伤我，是使这个计划成功的最后一步。那您自己捅自己一刀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我动手啊？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，怕我在三圣山与这仙府的灵力同归于尽，在封印我的钉子上加了禁制，让我无法自戕。所以这一剑
要由你来辞。再者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怎能让我彻底辨别你当真无害我之心？拿自己的命当赌注，您可真是一个狠人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是。骂来听听。杀人狂，大混蛋，你满意了吗？那你是否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不是困了吗？去睡吧。又狗过了一天。司马交在这里被封了整整500年。现在终于出来了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并不开心呢？这仙府定藏了不少秘密，再让那群人苟延残喘些时日。公主，这贱奴竟想要夺位！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竟能炼化公主的内丹？难道你是公主的直系血脉？不会是公主女儿吧？公主女儿？不然，我如何炼化她的内丹？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从今日起，阴之宫由我叶入灵掌管。若有不服，尽管来战。弟子不敢。拜见公主！司马交，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不知道师祖还要疯到什么时候。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蝼蚁，估计我在他眼里也一样。
算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当羡慕一面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残烟，等着见爱可以还原。追爱无缘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当羡慕一面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残烟，等着见爱可以还原。追爱无缘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求了我500年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残烟，弹指间爱可以幻变。追爱无缘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500年了，一切都要结束了。司马交，这山中有结界压制，8大宫将你封印在此，代替你成为了这仙府之主。你身处绝境，又如何能改变这命运？那些为善之徒，将我囚于这无光之域，妄图让我屈服。但我已将灵火分身炼成，新月也将至。这座山再也困不住我。而今破局逆命，唯缺最后一子。是天堂还是地狱啊？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谱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谱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
师父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？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40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，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时时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啊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，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。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地位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
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这哪个公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啊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星谷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，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人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长们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道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砚徒儿，听闻你已经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。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0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。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呀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。但听这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3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
恭喜廖师妹，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。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田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！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辞葬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挪玉的。辞葬道君的辞，不是慈祥的辞吧？500年过去了，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百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霓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，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
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
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！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那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先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
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娇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艳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艳。廖廷艳已顺利进山，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他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2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